那么川普关税被推翻以后呢，他立刻说要用这个另外的法案，这个称10%，后来升15%哈。那原来的这个 ART 对等关税协议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效？要不要再去谈？因为他原来是拿的关税嘛，那现在要不要重谈？重谈对台湾到底有利还是不利啊？那国民党有4个呼吁啦，说呢要重启重谈。第一个呢要确认还有效没有效。第二个呢，台湾不会吃亏，要保障我们最大的经济利益。第三个，有没有因应的配套对新的这个措施？第四个呢，立院党团会要求行政院提出完整的影响评估报告，说呢朝野一起讨论怎么因应，就是说朝野都应该怎么样对台湾最好了。我之前就有讲，我就说，川普当然威胁，这没办法，全世界都在他的淫威之下要去谈嘛。那台湾要去算，就是我们答应美国的，比如说台积电这个半导体去2500亿，信保基金给银行保证贷款2500亿美金，加起来5000亿，1000亿美金就是3兆多台币，3兆多台币是给我们1万家中小企业每家3亿补助，或是给3万家中小企业每家1亿。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这个数字概念，你把它写下来你就知道。好，那美国现在比如说说台积电，川普你不来，我加你100%关税，他真敢加100%关税吗？你就要加看，他加100%关税，台积电东西只有台积电有啊，什么3奈米、2奈米，那美国这些公司要不要台积电的东西？回答要不要？黄仁勋每天来拜托台积电好好生产，美国要不要？那这个钱谁付？台积电付还是黄仁勋付？你自己说嘛，我怕什么？你加我100%关税，是通通我付吗？当然不是嘛。那政府就必须要有专家把它好好做好评估，就是说，如果美国这样给我们20%、15%，反正100%、80%关税，我们因此损失多少钱？我们会损失多少钱？那损失这个钱跟我们要答应到美国投资的这么多钱，开放市场到底怎么样划得来，怎么样划不来？这可以算出来嘛？这就是一个数学，这不是什么，这写下来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对于我们可能造成损失的产业，政府是不是应该有一笔款来补助它？这合理啊！你政府不就干这个事情吗？假如说美国现在要罚我们给我们处罚，我们要造成100亿美金的损失，但是我们要去投资5000亿美金，没关系，跟你罚100亿美金，那厂商不很衰吗？没关系，政府帮助你嘛。政府会帮助你。我政府把这些钱用在我国内的产业，总比去给美国5000亿好吧？你自己这样想，为什么这个钱要双手捧得给美国呢？为什么不能帮助我们自己的产业呢？那如果说我到美国投资5000亿，我国内损失1兆美元，那当然好吧，那就美国你赢嘛。对，要看怎么样要比嘛，没有不是盲目的说这民族不是，就是大家认真的坐下来，好好的算的结果怎么样对台湾产业最有利，对不对？哪些是有利，哪些不利的，不利我们有没有帮助你？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紧签咱上济就是15%。若无爱签，上少就是15%。希望国会赶快签一签。民党立委王一川说的就是可能即将送进立法院的台美关税贸易协定。到目前为止，只有台湾的在野党希望能够不签，不赶快签下来恐怕又会生变了就怕不成，很快又会生变，因为国众两党认为不应延续违法的对等关税，应借机重新审视台美关税协定，并调整文本。况且推估目前对台影响产业不在232项目内可能受到冲击的，包括塑胶、纺织、农产品、机械设备、脚踏车、零组件产品，占比约24%。不受影响的像是半导体、电子、汽车产业，占比约76%。在冲击影响评估没有出来之前，跟美国之间的接触其实都是相当不实际的。而行政院就表示，目前仍在推估盘点，包括是否要将这份协定送进国会。但在确定之前，立法院已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在3月3号针对台美关税谈判进行专案报告，包括表定要处理的总预算与国防特别条例，现在又加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税贸易协定，一切就等24号立院开议。赖伟善。当然还是维持现在谈好的内容去做签署，当然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关税的这个部分虽然现在是15%，但是暂行嘛。那原则上这一次在这个大法官里面，他在判定了它是违法，但不是违宪。如果是违宪的话，那当然是什么这个对等关税都不能收。但是违法，它还是可以用别的法条重新来跟不同的国家进行谈判那对于台湾来说，现在台湾在整个亚洲地区，其实我们就是前3名，甚至我们可以排在第1名。我们的不管是投资的金额或者什么，相对来说，
我们甚至比日韩还要好，连日韩的媒体都已经说他们要维持现状了，要继续把这个之前谈好的内容继续走下去。那台湾就没有什么理由就没有继续这样走下去。那所以代表这样的谈判，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贸易最主要还是跟其他国家的对比。那台湾最重要当然还是可能一些半导体的出口，还有一些一般的一些市的商品。那我们跟其他的国家，包含跟日本跟韩国这两个，大概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劲敌。那既然我们这样谈好了，其实比他们更加的优惠，甚至说在整个232的这个特惠条款里面，我们可以走得更前面。我们当然要维持现状，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股票会涨？为什么台积电继续涨上去？因为现在的这样的状况对我们是有利的嘛。那所以对台湾来说，当然是不要有任何的变动，其实是最好的。那现阶段我们看到整体就来说，美国它其实是很快速的。我们看之前曾经在4年前，我们看到美中之间那时候有所谓的关税大战。那当时在选用法条，其实他们的行政的速度是非常快，大概不到半年就已经决定要用哪个法条重新去对他们进行比较高关税的课定。那基本上那也是执行了。所以其实行政单位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裁量权，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当然被这个法院去驳回，当然心情是比较不好。可是你说他有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来做？可以。而且美国最重要其实也不是在收那个关税，其实最重要是打开一个所谓的谈判机会。因为过去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里面，大家是一个关税大家一起用。那现阶段大家他希望除了谈一般所谓贸易的关税来说，还有更多包含是国防，包含其他的这个项目，大家一起谈，把整个国家安全，把整个区域稳定都谈进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整体战略性的一个发展跟考量。所以其实跟单纯的这个贸易上面是不是要跟你收关税，其实是两件事情。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在整个半导体的部分。对于台积电来说，它当然是其实全球扩厂对它来说，其实是一个跟全球的供应链绑在一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其实台积电有70%的客户其实都在美国。那美国它从上游到下游基本上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供应链，唯独就是缺少这一块制造业。那它一旦去重新去做一个链接之后，台湾的这个晶片也可以用在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在国防上面，我们跟美国之间也会有更好的协防，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当然维持是最好的。刚刚伟山特别提到了，我们美国还是有很多工具来用，这点是对的。可是就是因为有很多工具来用，这才是让台湾会剉咧蛋呢。你不要忘记了，他目前为止他在辩论这个 IEEPA 这个条款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提出来，他那时候就告诉大家122法条不能用，为什么？因为美国川普认为122法条不能用，当他被判说他是违法的时候，马上把这个112搬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用通过听证，也不用通过这个所谓立法单位的一个同意，他把112搬出来，其实是不得已，表示没有招了。很多工具可以来用，你不要忘记，我们最需要保护的是232，因为232是里面对我们的半导体、对我们的钢铝来说的话，我们是获得保障。可是当他被川普变成另外一种工具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维持这样的现状？最重要，你不要忘记，我们对美国的顺差是高达1600亿耶，500到600，1600，那是创史上新高。所以他要用下一个工具是什么？301，好不好？301这不公平待遇很容易，只要美国稍微有个法条什么部分，他把你转向那个地方，我们台湾就很困难。所以说有很多的工具来用，我们就是怕他用到301，像类似像这样的法规来去用的话，我们到底会被怎么样对待，我们不知道。重点就是当我们顺差达到1600亿的时候，你觉得川普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其他已经规定好的这样的措施吗？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说，对台湾什么时候是最好？我们就是应该把这些全部摊开来。刚刚齐凯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有关于汽车关税，从过去到现在是降到0%，那0的话，里面对我们这个汽车城有8万多的一个人口，你即使用1成损失来看，也将近有8、9千个人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更不要说你说美猪跟美牛，它分3年降到6.3%到10%，这让我们台湾很多的农业完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更不要说我们的这个所谓保健产品，过去是可以买国外的材料，然后到台湾来制作，我们还有点国产上面的一个机制。现在你把这个保健产品的这个关税也降到最低点，你根本不要用这些，你直接从美国进口就过来了。那这些对于我们方方面面很多的产业，难道我们不能够把它全部摊开来吗？我们不是说不能跟大家一起来面对美国关税的问题，只是我们不希望民进党政府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只讲了15%，后面的完全就没有提到。然后呢，我们也肯定它232，但是当它变成是一个工具，它会不会跟301一样，在这个面对这么大的顺差之后，对我们有产生额外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好好来面对，好好来讨论嘛。干嘛告诉我们说不讨论，好像我们就是对不起台湾一样？这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呢，本来这个事情也没那么急。
对不对？反正就当时就预测大法官的裁定就预测，因为有几个保守派大法官之前的发言对川普是不利的，他非要积极把它通过，而且非要在农历年前通过。他觉得农历年放9天假，反正你们也战情室也没有了。也不会骂了也不会骂，不9天就休假，大家就过年就算了，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马上发财就解决了。没想到人家就在你过年期间就宣布，大法官宣布无效了，就是这样子啊。来，志宝兄，民进党的人士很喜欢讲232谈的多好了 ，MFN 了，瓦赞都瓦赞，别忘了232台湾谈的只是让台湾跟日本、韩国一样的地位，那这没有比韩国好，没有比日本好，跟他一样，但是当然对我们的工业产品、半导体产品是好的，这个是对的啊。15%我公开一开始就讲了，15%好，15%好，可是问题我的代价是什么？除了说投资一大堆以外，投资这些加起来，有投资跟购买要20兆新台币啊！20兆新台币是什么概念？我们1年的中政府总预算3兆。所以大概6、7年的台湾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通通要到美国去。很重要的是进口的部分，除了刚刚几位已经有讲到了，有个东西我是看得很难过了，食安，台湾几乎已经丧失了食安的主权。美国的这个有风险的牛肉内脏要进来了，美国牛有没有莱克多巴胺不可以标示。连美国牛你都不可以标示，产地都不可以标示。各位，这些东西还有呢，美国的新药，我们现在有一定的法，食药署有一定的法，新药进来我有一定的 review 的 process， 怎么审核？不可以。美国说了，美国做过了，你就不能做试验，都不可以，你就照单全收。台湾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的医药来讲，药是美国的殖民地一样，就他讲了，他过了，我们都不能审。那我的 FDA 干嘛？可以废掉了，以美国 FDA 讲的说算。当然你会讲说，FDA 水准比我们高了。这个 TFDA 来讲，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再怎么样，我们是个国家，好不好？而且人种不同，很多药适用于白种人，但是不适用于黄种人。所以需要一些嘛。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些药啊，褪黑激素 melatonin 调整时差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在美国是 OTC 都可以买呀，在柜台上面都可以买，药房里面都可以买，随便都可以买。台湾不行的，台湾就很严格管制啊，这个就是不一样嘛。那你现在来讲的话都不可以的哦。我觉得台湾的食安，把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健康拿去换政治利益，这块的建物仅要求了。不是，我们先不管怎么吹牛啦，我们谈的多好，这个谈的多棒。川普认为说对美国棒啊，川普认为说是我的关税大棒子打下来，你们才愿意啊。所以我刚讲的，不是不能去多元投资，到国外投资都可以的，厂商自己做决定，不是在川普的威胁之下做的决定。更何况这还把那个国防预算要占 GDP 的3%写进来，那这是搞什么鬼啊？怎么可以把这东西放在这里面呢？是2回事情嘛？你们都绑在一起，通通去签下这种城下之盟呢？需要再回来。黄国昌，民众党主席说，美国如果宣布第2波军售，他们的民众党有一个版本4000亿，4000亿里面，因为美国第1波说卖3000多亿给我们，所以呢，他认为就把那些都放进来了啊。那所以如果你有第2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修改啊。你美国说要卖，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要卖什么，你一个黑箱不知道干什么啊。那另外国民党会提自己的版本，国民党说曾丽文说会积极主导军购跟美国沟通。因为在野党在立法院占多数，当然可以主导这个预算嘛。那说要直接跟美国沟通，美国你要卖我们你自己讲吧，我们不要透过这个民进党了，你告诉我们所以呢会自己提军购条例，而且呢说民进党甩锅很小人呐这个小人就是大家君子嘛，搞政治我讲呢，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你要都是正道，不要搞一些抹红别人、抹黑别人。而正的意思是说就。你告诉我们要买什么嘛？你不告诉我们，只好跟美国沟通嘛。
否则国民党就会背黑锅，说啊你不重视这个国防，哎呀，郑文要去美国政协会啦，所以呢是门票什么都乱扯一通，所以他说挺小人的搞政治不应该这样子了那另外呢说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可能延后，特别是尖端武器可能会减量，但是 F-16可能可以优先，什么优先？去年底我们买的66架 F-16V， 去年就应该全部交货完毕，现在一架都没交，这叫什么优先？它不是叫优先啊，它是要赶快我们付款的东西赶快给我们啊。差200亿美金嘛，都没交货。美国智库说，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恐怕会推迟，会缩水，就是怕川普呢到时候呢又去中国大陆的问题，这才是川普要门票。那另外呢，会不会变成大陆跟美国双边的议题？军购变成这样，本来台湾我们买啊，这里是我们决定啊，现在变成大陆跟美国他们去谈好就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且呢，这个说美国会不会这样赶？黄奎博说，为了赶进度，调整对台湾的军售，主要为了川习会那另外呢，当时呢，美国有6项保证那么6项保证里面有一项就是军售不会跟大陆讨论的。就军售，因为照理讲，大陆一定反对嘛，大陆怎么会赞成呢？不会跟大陆讨论。但是川普显然说啊，习近平跟我讲啊，等等，现在可能这就违反了。你不讨论，怎么可以讨论呢？但是呢，这个说美国出尔反尔，也不是第一个例子的啦。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口头承诺有没有效，在白宫的一念之间。所以呢，美国要改，说改就改了。我们看一下。叔叔要给你礼物，来，他嘴巴小。年假最后一天，总统赖清德抛出跟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的晒爱犬交流日常。总统写下领养斑斑1年多一起相处的平凡日常，总能把一天的疲惫都融化掉。只是要收假了，这疲惫感又要来了吗？因为伴随立院即将开议，但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还始终卡关。尽管民众党团统一复委审查，但党团还有自己的军购版本。面对川普可能的对台第2波军售案，军购上有没有绿白合可能？我们还有6000亿，6000亿不是6000元的武器，我们付了钱，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美方已经宣布的全部都放在台湾民众党的版本里面。接下来如果宣布第2波都是台湾所需要的，那台湾民众党当然会乐于进一步的去修改。黄国昌强调，只要川普政府宣布，民众党团就会修改条例，但他拒绝赖政府开一张空白支票。如今国民党团也将自提版本，预计将在24号党团智库会议上讨论。徐小新提出的约8000亿版本也会列入，就怕被贴标签当军购，反而影响2026选战。国民党的部分一定会提出国民党自己的版本。对，当然我们会朝向这个，所以我就说从头到尾我们就是支持军购，但是我们不支持那种莫名其妙灌水毫无根据的军购。随着军购案成为朝野最优先法案，3党团军购版本必定成为国会新会期主战场。来，接下来怎么看？民进党啊，一直在抹黑民众党跟这个国民党。实际上，在对美经过这一块，我觉得民众党跟国民党做的都是非常的理性、务实、科学嘛。就只要是美国他们官方清楚的公布的，我们就给嘛。他民众党提的第1期为什么是4000亿？因为美国很清楚，在他们的战争部的国家安全署上面的网站，大家现在都可以上去看，上面就是100亿美金嘛，连项目都有嘛。那么这笔钱我们就明确的写进来。好，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什么？因为《金融时报》又讲，除了这100亿美金之外，可能还有另外的200亿美金出来嘛。这已经是2个礼拜前过年前的新闻啦。那我们现在等的是什么？美国如果这笔有这个消息出来，应该就是我们的国防部提出来，美国开始他们在审嘛。他们审完之后，他们如果正式已经通过了，他们就跟第1批100亿一样，他们就放上去啊。我们现在在等这个啊。如果他出来真的有这个200亿美金的，那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变成是第2期嘛。我相信国民党本来说大概也是8000到9000亿，像说我这个2个党，这个两个提案没有落差太大，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现在我们要监督的是另外2项，就是说只要是美国提的，我先讲第一个原则，美国提的有项目也是合理的，我们马上不只是国民党、民众党，我相信是会不只要提，应该也会审，也是会过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可是我们要做2个很重要的监督，第一个是民进党自己那乱搞的弊案跟浪费，民进党自己都讲了啊，他诓了1.25兆，赖清德讲1.25兆，根本有3000多亿不是跟美国采购的，或者是美国同意的嘛。那这3000多亿到底是什么？之前已经发生一堆了，
做马桶的去买火药，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已经做这个监督啦？当初他在夹在高关税这个特别预算的时候，他已经夹了1000多亿的这个采购预算进去了，对不对？里面被我们抓出来什么？一瓶水120块的有没有？250万的那个椅子有没有？后来他们自己都吃了，钱都自己吐出来，后来砍了多少钱？50亿啊！我们就是好好监督，不是把有弊案或者浪费的，连自己国防部长顾立雄都说我们没有好好去绑架，我们的成本有问题，50亿就砍掉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另外3000多亿，民进党有责任对前面跟我们交代清楚，里面有没有过度浪费的项目给我们看。如果出现上次那样子的，我们就砍掉，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对美国我们要监督的是什么？我们已经交钱的。我们的6000多亿，将近7000亿，你该给我们的，赵大哥已经讲好几次了，那个 F16V 这个，你本来应该是明年以前全部66架都给我们的，就到现在1架都没来。顾立雄上个月来备询的时候还讲说很快，明年都要给了，结果美国又打了一巴掌了，他说明年也来不及了，要搞到可能2030年全部66架可以进来，现在才2027年呢。台湾现在两岸的这个局势能够等这么久吗？所以我说第一个。只要是公布项目的，我们给。第二个，可是我们就要一定做2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有弊案跟浪费的，特别是民进党政府没有交代，我们一定要砍。第二个，我们催着美国政府，我们已经付钱的，你一定要赶快走个这个我们的经费要赶快给我们。齐台讲的算是在旧历年前呢。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一个很大的共识，也是我们大家的理解，就说因为美国已经111亿美金的清单已经公布在他自己的国家政府的网站上，那他们现在正在考虑那200亿美金啊，就是我们大概6000亿台币左右的接下来清单是什么？可是这个还没出来啊，旧历年发生什么事呢？是现在美国的媒体呢这几天都在报道什么？报道说美国因为中国大陆的压力，就是因为要进入到川习会，到底川普能不能很顺利的到中国大陆进行他希望的了不起的成功的大访问，然后得到很高规格的待遇，谈得非常好的这个内容呢，变成中国大陆现在用这个军售在跟美国施压。所以美国这几天呢都说美国 QK， 他们很可能对那个200亿美金呢，到底要不要卖给台湾呢？不知道。他现在开始变保守了好几个报道都说，来自不同的管道都说，他可能规模会缩小，可能原本想要提供给台湾的项目会没有，或者是他会拖延到川习会后这件事情他才会处理。好，那这个时候。台湾怎么办？你现在开议了，大家都很愿意来讨论这个事情，也很愿意审查这个事情。可是你美国清单出不来呀，出不来以后呢，民进党又在那边造假，又跑去这个欺骗搞不清楚状况的美国国会议员，又说你看都是民进党，都是民众党，都是国民党，都是在野党，那个杯葛等等的。可是你美国清单，因为你美国要讨好中国大陆，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台湾的问题你举棋不定啊，而且呢，他还严重的违反了刚才赵大哥也有讲，之前美国在雷根时代的承诺，就说美中不就军购的问题呢，排除台湾，他们不能自己去商量。可是现在看起来呢，川普似乎要打破这个承诺。那你现在这些事情的发展，如果是民进党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这个立法院是一个真正有功能的立法院，大家现在要关注的是这个事情，要赶快去进行美国方面的了解跟游说，说到底你现在还未公布的项目，在哪些部分会因为美中的领袖要见面可能会生变，那万一生变了，有没有替代方案，或者我们怎么样来因应，是要讨论这些事情，而不是现在呢在一片混乱的状况中，我们自己在这边还在搞内斗。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搞不清楚状况，真的台湾莫名其妙被出卖，那你是活该而已啊。台湾跟美国自从中美断交以后，很重要的是1法3公报6保证。但这个6保证如果被公动就很麻烦。那林德福委员传那个资料给我，蛮好笑的。他说赖清德从这个小年夜、除夕到初六到昨天
每个地方场合都在谈那1.25兆，1.25兆，每个地方都拜托每个地方好像念经一样，念符咒一样，一直到那个关税，川普被判这个违法后，他不讲了，好在谈关税问题了。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1.25兆，原来他都不讲是干嘛，后来呢，民众党提一个3、4千亿，而且说呢，剩下9千亿都不是美国卖的，美国公布了3000多以后，国防部赶快公布3000多亿是我们国内要产的，对，国内的。那你国内编的特别预算干什么呢？你国内就编在一般的常态性，每年我们都有很多国防预算嘛，现在9千亿了，你3000亿分那么多年，你每年编个几百亿，立法院不会不通过，你包在那里面干嘛？那中间就很奇怪了，他就怀疑说中间要不要什么暗度陈仓啊，要不要在这个图利什么人啊？那如果美国现在公布的第一批3000多亿新台币，第二批如果他再公布了6千亿，我觉得国民党提案就把美国这放进了9千亿就是了嘛。美国已经审核了嘛，那都是摆进来，我们立法院在审查嘛，也不是不要审查嘛。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民众党也讲了，如果美国有第二波，他也可以加进来嘛。所以我认为美国也赶快公布，你要卖我们什么东西啊？这不是什么黑箱。这不是什么秘密的东西，卖个什么核子弹，也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不能讲的呢？不很好笑吗？讲出来，大家开大门走大路，该编、该审、该通过就就不编审通过，就是这样而已嘛。但你通通不讲，那在野党这样，你讲1.25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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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给你通过，不很奇怪吗？休息一下再回来。